第7课，婚姻不是战场，但我们像敌人。他一开口，我就想防卫；他一皱眉，我就准备反击。小美发现，和老公阿凯说话的时候，她总是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备战状态，语气先硬3分，表情先冷几分，内心先准备几套辩词。而阿凯也不遑多让，一听见我们可以谈一下吗这几个字，他马上全身紧绷，脑中自动跳出各种过往争吵的场景。他们都知道对方不是敌人，可为什么每次对话都像打一场仗？结婚10年，明明是并肩作战的伙伴，现在却变成了彼此伤痕累累的对手。你也是这样吗？婚姻不是战场，但我们真的越来越像敌人了。曾经是爱人，怎么变成对手？我们都知道婚姻不是童话，但也没想过它会变成角力现场。谁做得多？谁比较辛苦？谁比较没心？谁先让步？谁说话比较难听？一场原本只是你为什么又忘了倒垃圾的小插曲，3秒内就能升级成冷战3天的大战役。更夸张的是，有时候你也搞不清楚吵的到底是什么，只知道不吵心里闷，一吵彼此更远。现代夫妻吵架不再是摔碗打桌，而是一场更冷更近更伤的对峙。让我们看看这场婚姻冷战剧本的常见5步骤。1. 表面事件发生，你又忘了买牛奶，你又在滑手机，其实只是导火线。2. 情绪上升，语气变硬，你每次都这样，我说了几次你才会听。3. 自我防卫，自动挖历史账，我什么都要记，你以为我不累吗？你还好意思说我？以前是谁让我难堪的？4. 攻击反击，一触即爆，你根本只会为自己想，你根本不爱我了，对不对？5. 沉默对峙，冷战开始，一个转身关门，一个默默滑手机，内心翻腾，表面冰封。这些模式熟悉吗？很多婚姻里的问题，不是因为真的有多大的罪过，而是因为敌意感取代了亲密感。俊泽跟太太心仪结婚7年，他说自己不是坏人，也不是不负责任的丈夫，但他发现自己越来越不想开口。他一开口就想要我认错，哪怕是问我今天怎样，我也听得出那语气里的不爽。心仪则觉得俊泽不沟通，不贴心，不负责。他说，我只是不想什么都憋在心里，为什么说出来就变成我爱挑剔？他们不是不相爱，而是太久没有好好放下武器对话，爱还在，但语气里都是疲倦。情没断，但表情里满是防备。为什么我们会变成互防模式？1. 长期的微伤堆积，导致预设对方会伤我，就像有人曾踩痛你的脚，下一次他靠近，你下意识就退开。婚姻也是如此，一句无心的话，一次忽略的举动，若不处理，会积成预设防备。他一定又在敷衍我，他一定又要找我麻烦。不是你真的讨厌对方，而是你已经预设他不会理解你了。2. 对方成了压力出口，而非情感避风港。我们常常在外面忍气吞声，回到家
却把最糟的情绪丢给最亲近的人，于是原本应该彼此安慰的爱人，变成彼此互伤的出口。3、彼此的表达方式不同，导致误解加深。有些人用沉默保护自己，有些人用说话宣泄自己，于是一个越吵越急，一个越听越冷，形成永无止境的误解循环。婚姻不是为了争赢，而是为了一起走下去。婚姻不是战场，因为这一生我们的敌人从来不是对方，而是问题本身。一对夫妻的成熟，不是从谁比较有理开始，而是从我们愿不愿意重新看见彼此的心开始。有时候我们不是想吵架，而是想被听见。有时候我们不是冷漠，而是太怕再失望。有时候我们不是讨厌对方，而是不知道怎么让对方靠近。这句话听起来或许委屈，但它是婚姻转折的关键。我不一定是错的，但我愿意为了关系先不战斗。不是示弱，是成熟；不是放弃自己，是选择爱。婚姻最需要的不是胜利者，而是愿意先放下剑，走进对方心里的人。还记得你们当初刚在一起的时候吗？一起熬夜写报告，只为能多陪彼此一点时间，一起幻想未来的家，一起取孩子的名字，一起搭火车出游，为彼此准备惊喜便当，一起窝在沙发上分享一部电影，看到哭。那时候你们是最坚固的联盟。现在你们不是没有爱，而是忘了，我们是站在同一边的。结语，我们还能重新牵手吗？可以的，因为破碎不等于毁灭，裂痕也可以变成重建的契机。你们曾经相爱过，曾经一起梦想过，那份情感或许被时间掩盖，但从未真正消失。婚姻不是战场，它应该是避风港，是修复站，是成长的原地。只要有人愿意先放下武器，先靠近一步，先说一句，我们好像变了，但我还想试着爱你，那么你们就不是敌人，而是彼此的希望。